帕苏尔，你是否愿意接受百里国主之恩赐，继续坐享青阳世子之位，并领甲胄之兵10万，踏破北路？自此，青阳将成下唐之永久藩属国。我们青阳人，谁的奴隶也不做。行刑！救难公主！西安！继续行刑！阿苏拉！姐，我来了。纪言，围住他！吉言，你快回去！来得好，可八星，现在没有活的。是，鼓手和盾牌手配合鬼子营，全力捉拿纪言。吉言。吉言，
你再不动手，我就死了。快回避！国主，快回避！一条蛮狗而已，我比他做甚？不是蛮狗，是青铜家族传承下来最强的血脉。他就是靠这个霸气的剑吗？奴家倒要见识见识。七爷，你是不是傻？都说让你快走，你还非要过来。你说了要在南怀等我，我怎么可能不来？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不过今天，你可能得跟我一起死在这儿了。我来就没想活着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死。百里惊鸿，你这条老狗，来呀，来咬死我们啊！国主，现在怎么办？这就是所谓的青铜血脉，不过如此。命令弩营乱箭射死他们，以及我下堂死去的英灵。是。铁甲依然在，铁甲依然在。我拦住铁佛土，快！我来晚了，让你们受苦了。世子，你没事吧？你是与孤定了盟约的人，怎敢逆孤的意？阿星，杀了他们！给我杀了他们！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出城再说。走。阿孙了，既然活下来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去做。我现在不能走，你们在城外等我。好，小心。我说话你没听见吗？杀了他们！国主，大势已去，我们没有胜算。青阳人必然会因为今天的事而降罪。
死在我的手里，好过死在那些青阳人手里。国主的乱世伟业计划就由我来完成吧。放心，郡主和少主，我一定会照顾好。叶儿，父亲，我去过家里，院子里长满了荒草，听说是被官府查封了。你在这里卖字画很久了吗？你被国主流放不久，就有一队鬼符营来抄家，长野的。长野怎么了？他们说你伤人逃跑，犯了死罪。长野他代凶受罚，已经流放很久了。对不起，父亲，这都是我的错，让您受苦了，也让您蒙羞了。父亲，请您允许我带您出城避难去吧。为父当年居家客居南怀，一辈子小心翼翼，不求闻达，就是希望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的生活。只不过连这个最简单的愿望都没有
实现。在这个乱世，人不过是蝼蚁一般，哪里又是能够避祸之地呢？可是父亲，我闯下了大祸，我不能丢下您不管。言儿，你长大了，有些事情需要你自己去判断，做不做。做了就要负责任。这里是我的家，父亲老了不走了，长夜的母亲死在了这里，我就在南怀陪她，哪里也不去了。走啊，快走！不要再害姬家了。也要父亲陪着你去死吗？走！不要让我再看见你！给我滚！北都城就要到了，大家跟上，不要掉队。你们看，前面是狼群。这些狼本该生活在草原北方的边缘上，现在到处都是。我们现在离北都城还有多远？就快到了，还有10几20里。这条河就是台勒河，我们沿着河道走。我在想，如果北都城已经被围困，那我们贸然逼近，很可能陷入敌军的包围。我们应该先派遣斥候，同时全军进入戒备状态，因为从现在开始，随时可能遇见敌人。世子的东路兵法学的就是好，差遣斥候没问题，但是我们不能穿铁浮屠甲胄。为什么？世子，你知道北都城内一共有多少铁浮屠甲胄？只有1000具，多一具都没有，所以一具也浪费不得。还有这些人，他们为了骑赤血马，穿铁浮屠甲胄训练了10年。说起这些价格，它比金子还要贵。这支骑兵是专门为了对付朔北准备的，所以没有大军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动用铁浮屠。但大军怎么舍得用这么多铁浮屠救我一个人？你是他的弟弟啊！铁岩，父亲，沿着河道到前面探路，
有任何情况向我汇报。是。驾！父亲，撤！吁！怎么了？有敌人吗？已经没有敌人了，我来叫你们去看看他。走！撤！这儿发生什么了？刚刚这里发生了一场恶战，是朔北人，狼王来了。领兵的人是谁？以死去的士兵看，应该是穆离将军。穆离将军，撤！世子，快跟着世子！世子！驾！二王子，忙了会儿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你给我出来！还是老样子，莫离，你老了。莫离，我曾经是那么的欣赏你，你在我眼里是一匹凶狠的狼，我见了牙齿和爪子，想要扑上来咬断我的喉咙。可是看看你自己，看看现在的穆离，你只是青阳部的一条老狗，吼叫着要为主人尽忠。看到你这样，我倒有些难过。结束了。穆离将军，阿苏勒帕苏尔，你知道我的名字？你还记得你的母亲吗？我记得，但你不配提她。可惜，我们的小狼崽却被青阳养成了丧家犬。我今天不想和你打，回去吧。把穆里和恐惧带回给青阳人。将军，世子，是二王子。走，带他们回
回家。铁岩，去找大夫，快！是。就是他！帮我干了！就是他！穆离将军，记住，男人心中要有求生的心，不能怯懦，不能畏惧。穆离将军！啊！是你非要相信穆离那个只知道骑马舞刀的疯子。如今几千个青阳汉子死在了朔北部的狼骑之下，穆离一死了之，倒也痛快了。可是这个责任，谁来承担？够了！你大喊大叫的干什么？战死的这些人当中，还有铁油，我的亲弟弟。现在，大敌当前，我们应该像他们一样，誓死保卫青阳。一个连自己的家人都保护不了的大军，还能保护我们吗？我至今，在这个大殿上，没有人跟大军这么说话。禀报大军，世子回来了。大哥，阿苏洛，我最亲爱的弟弟，你终于回到青阳了。你受伤了，严不严重？这是穆离将军身上的血，我回来晚了，没能救下穆离将军和二哥。他们是我们青阳部的英雄。是，这一仗打得太惨，穆离将军死了，铁油也。先别说这个了，毛老虎儿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，我们要想想办法才行。三哥，阿苏勒，回来就好。如果阿爸还在的话，他见到你应该会很开心的。世子回来了，我们自然高兴。但是对于穆离，恐怕不像世子所说的那样封他为英雄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穆离不听众言，私自开战，才导致失败。他是咎由自取。不错。
不但没有挡住狼王的脚步，反而点燃了他的怒火。对，我倒是很奇怪呀，穆离既然是偷偷出战，狼王怎么能知道他的行踪而预先埋伏呢？谁能想到他带着区区几千个人就敢乱来？你是说，穆离帐下有人泄密？哼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我亲眼看见穆离将军和他手下的武士们用血染红了台勒河，他们为保护青阳献出了生命，他们就是青阳的英雄。世子，不要发脾气嘛！大战在即，穆离战死，我们要警惕啊！没错，穆离私自出战也就罢了，二王子也去了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一定有人在背后指使他。对，够了！那天在大帐里，我说了，2天之后告诉你们我的决定。铁优知道我为难，他才会和穆离带兵去杀狼主。虽然他们失败了，但是我们应该给他们报仇。我们应该想想，到底应该怎么对付狼王。正是对付狼王，我们才需要我们真正的大军。说得对。你虽然是老大军指定的继承人，但是自你继位以来，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？你既然不能保护我们，那你还有什么脸在这里做这个大军？我至今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那就召开库里格大会吧。对，由7部族的首领共同召开库里格大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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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召开库里格大会。老三，就算重开库里格大会，大军之位也轮不到你。阿苏勒回来了，他是青阳的世子。不，大哥，你是阿爸指定的大军，我自然会听从阿爸的决定。我现在不是青阳的世子，我是青阳的大纳言。阿苏勒，其实你可以不必去住帐篷，你母亲的房间一直给你留着，你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我习惯住在那儿了，而且穆离将军刚刚去世，英氏母妈是一个人，我怕她受不了，正好陪陪她。你长大了，大哥尊重你的决定。我看出来了，你在东路成熟了很多，大哥很欣慰。大哥，这次回来，我会和你们一起守护青阳的。要是父亲还在，这大军的位子，他一定会留给你。大哥，你就别这么说了。阿苏勒，大哥带你见见我的新胭脂。阿苏勒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苏玛，你一定有很多疑问吧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……其实当年我根本就没有死，后来我死里逃生，跟着商队回到了草原。你怎么会说话了？回到北都城之后，
我幸得了一位神医，治好了我的失语之症。别光站着了，阿苏啊，来，坐下说。苏玛回来这一路上吃了很多苦吧？汉大天神联系我，让我遇见了大王子。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了。那就好。苏玛回来的时候，我几乎都不敢认她。现在好了，你看她越来越漂亮，不愧是我们青阳部的大胭脂。对了，阿苏拉，你现在是北都的大纳言了，应该有自己的窝棚。大哥帮你建一个比老三他们都好的。这几天你就先住在这儿。是啊，我都叫人给你收拾好了。不用了，阿爸曾经封我为奴隶王，我就只做奴隶王。我还住在原来的帐篷里。阿苏拉，你不用这么自苦，大哥相信你，不会跟我争。大哥，住在那个帐篷，我觉得离阿爸更近些。大军，答应他吧，我来办。阿苏勒，哎呀，我们青阳的小豹子回来了！哎呦，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哎呦，想死我了！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啊！哎呦。我当时去东路的时候，阿爸也是在这儿送的我。他说等我回来，他亲自坐大船去接我。结果作为儿子，我却连阿爸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大和尚，我当时该听你的，不去东路。不，送你去东路，是你阿爸最大的心愿。为什么？你在东路有没有再出现过气血上涌的时候？有过几次。虽然你没有告诉你阿爸，但是他猜到了。当年你在地洞里见过谁，又跟谁学的那一刀。我当年在地洞里见到一个老人，他说他是我爷爷。他就是你的爷爷。你阿爸不愿意跟你说这些，是因为你那时候太小，怕你不懂，怕你害怕。他只好把你送得远远的，让你远离那些可怕的东西。可怕的东西？阿爸为什么把爷爷关进山洞里？现在只剩下我这个老头子来告诉你了。阿苏勒，其实你根本就没病，是你的血统跟普通人不同。你和你爷爷一样，都有着青铜之血。我的小儿子阿苏勒，从小身体孱弱，你怎么可以教你的刀法给他呢？
他是我们帕苏尔家族中唯一一个流淌着青铜之血的小豹子。除了他，是没有人能够练成大劈之道的。你会害死他的，那也是他的命。这时光就像轮子，过去发生的，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再一次发生。要记住，要想抛弃影子，只有彻底的堕入黑暗。阿苏勒，你听到了吗？青铜之血，传说中可以杀死千人的武神化身吗？哪里有那么简单呢？其实多年前，这种血脉就被称为狂血。拥有这种血脉的人，不知道是被神保佑了，还是被恶魔诅咒了。他们拥有比一般人大得多的力量和速度，天生就是做武士的料子。当他们血液里的力量被全部激发出来的时候，人会发狂。一个人扫平一支军队，也并非不能做到。我不明白，爷爷既然是这样的勇士，那阿爸为什么把他关起来？因为至今以来，所有拥有狂血的人，随着他们一次次的使用这种禁忌的力量，他们就会慢慢的丧失人的本性。你的祖先伊玛德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狂战士，可他最后疯了，逼迫那些被自己霸占的亲姐妹们和他彻夜狂欢之后，一个一个的咬死了他们。这就是你的命，今生今世都无法逃脱的宿命。在你我的血液里，同时住着一个魔鬼。敌人害怕，亲人恐惧。记住，有些东西是无法摆脱的，要么就像我一样，四肢捆着沉重的铁镣，要么就是去死。你阿爸也是怕你爷爷再用狂血乱杀人，才把他关了起来，藏住这个秘密。大和尚，那我之后也会变成疯子，去杀我自己喜欢的人吗？可你是我知道的最善良的孩子，你不恨任何人。你阿爸曾经感叹说，这一代我帕索尔家族就这么一个拥有青铜之血的儿子，可是为什么偏偏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get back, think I'm all paying back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word I'm erased, so scripted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, hilarious. You can deal with my time, you're delirious, mysterious, because you are not a fake exterior, inferior. You know I'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. Get off of me, this ain't no humble brag.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, you can say them back.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nd legend of the emptiness, hilarious. You can deal with my time, you're delirious, mysterious, because you are not a fake exterior, inferior. You know I'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. Get off of me, this ain't no humble brag.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, you can say them back. I want you to feel free
Thoughts in my head,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. I'll be great one day, going off of my meds. No, I'm not giving up, no, I'm not giving in.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, taking off in the wind. I gotta make it. I'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. I'm patient, but my mind, it can hardly take it. I'm chasing thoughts in my head,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. I'll be great one day, going off of my meds. No, I'm not giving up, no, I'm not giving in.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, taking off in the wind. I gotta make it. I'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. I'm patient, but my mind, it can hardly take it. I'm chasing a dream and I got patience. I got no run and keep up for the taking.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.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. 怎么，我救了阿苏勒回来，你怎么还是不高兴？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还会救他吗？会救的。阿苏勒心地善良，他是不会和我争的。虽然他以前是世子，但是现在，他是我制约老三最大的把握。是啊，他是最不愿意卷入这样的斗争里去的。我也不希望有任何争斗，苏妈，我觉得内奸是老三的人，是老三泄露了穆离的行动，他一定是想消耗我的兵力，他恨不得那天出征的人是我，我会把他的窝棚连根都拔起来。不用担心，我现在是大军了，对付得了他。等赶走了朔北，冬天过去了，给我生个孩子吧。不用怕，我会保护你，永远保护你。狼主已经在这儿很久了，我想请问狼主，现在在想什么？我在想一些奇怪的事。在我的一生里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踏进那座城。东路人说，天下唯有德者居之。草原上的人说，宝刀只能在最勇敢的男人手里。这北都城注定是狼主的。是我的，又如何呢？30年前，我败于郭勒尔。那以后，我就带着我的狼群，走在荒原里，走了30年。有一天我死了，我的狼会吃了我的尸体，我的肉能让他们在荒原里走得更远。这就是我的人生。狼主这样的英雄也会后悔自己的人生吗？我们从北荒来到这里，在距离北都城还差最后一步的时候，狼主居然有了放弃的意思。不，我依然想要占有它，否则我将遗憾地死去。狼背上的勇士蒙了火儿乌尔汗，传说中他的月染过上千人的血，而这样的人居然在即将属于自己的城池前思索。
这让很多人都难以理解。赖必成，我想知道你的目的。我的目的，我为那个年轻的身体而来。吕归尘，阿苏勒，帕索尔。我对这个外孙也很有兴趣。苏吗？大胭脂，阿苏勒，你跟我生分了？没有。这些年你学会喝酒了。我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喝奶茶。那就谢谢大胭脂。我在东路才学会的喝酒。你在东路一定有了好朋友吧？我想，你有了朋友才会喝酒。我在东路交到了非常好的朋友。我还记得，我们小时候，经常在大和萨的帐篷里，听大和萨讲外面的世界。大胭脂这些年在外面走过不少地方吧？是啊，回家这条路，我走了2年。好不好，终究是回来了。苏玛，对不起。当年在峡谷，我不知道你还活着。不说这些了，回来就好。我知道，潘达天神终究会把我们都带回来的。大和萨，外面天冷，你别送我了。以前总是要看着你进帐篷才放心呢。我现在已经长大了。你们都长大了，可是苏玛跟以前不一样了。都是我的错。她一定吃了很多苦。她比小时候长得更美了，眉眼好像没变，但似乎光芒更冷。毕莫干一见他就爱得不得了，不顾你阿爸心丧就娶了她。希望大哥可以好好照顾她。大和萨，我先走了。世子，你让我们好找啊！我去祭奠阿爸了，还有，我已经不是青阳的世子了。都上里边说。请。你是老大军定下的世子，在我们心里，你才是青阳部正统的继承人。大王子的大军之位是偷来的，他就是逼死老大军的凶手。是啊，大王子生性懦弱，欺软怕硬，根本就统一不了草原上7部。他现在是人心散尽呐。我们愿意在库里格大会上支持世子，助世子夺取大军之位。大哥，是父王亲口定下的大军，那他就是我的大军。
是草原7部的大军。世子，现在朔北围城，诸位还是同仇敌忾，守卫北都城才好。若是让白狼团破了城，你们要去哪儿呢？世子，你就不再想想了？不用再想了。还有，若是有人为了青阳内乱出卖青阳，那不管他是谁，我饶不了他。那世子认为，内奸就在我们当中？我说的是，不管他是谁，我饶不了他。世子一定是听了大军的诬陷吧？他用骑兵用诬陷来排除异己，世子就不怕青阳葬送在他的手里吗？我们惧怕白狼，也惧怕内奸，所以肃清内奸才是当务之急呀。第一，我不是世子；第二，肃清内奸，大军会去做。世子还是再想想吧。你可以是青阳部的世子，也可能会是所谓的宰相。你好小子，在东路学会喝酒了。三哥，我在东路交到了几个朋友，我们总是喝酒。东路的酒和咱们草原不一样，它是甜的，后劲儿很大，喝多了天旋地转的。我们几个那时候喝多了酒，就总上街去跑，捅了不少娄子。我也想去东路看看，要能再喝东路的酒，就更好了。三哥，昨天2大家族族长来找我了。他们说什么了？他们还是想在库里格大会上推翻大哥，但我希望我们兄弟能联手，一起对抗朔北。联手？你知道大哥杀了多少人才登上大军之位的吗？我听说了，这事儿是大哥做的不对。但现在的情况，如果我们所有人都不服他的话，青阳抵挡不了朔北的。不但是我不服他，草原6部也不服他。阿爸心丧，他就把那个苏玛娶了进来。苏玛可是龙阁真皇的女儿，你让草原6部的族长们怎么看？阿苏勒，大哥夺走了你身上本来属于你的一切，这个大军之位本来应该是你的。如果你继承了阿爸的大军之位，那三哥我义无反顾地支持你。三哥，我从来都当不了大军。看来你还是当年那个长不大的孩子啊。阿苏勒，大哥，今日议事，那些部落首领们还是不肯与我好好说话。回来这几日我都看到了，大哥现在处境内忧外患，肯定也十分焦虑。是啊，我感觉我的耐心快要用尽了，有时候我真想放下这一切，什么都不管。大哥千万别意气用事，你会是一个很好的大军，阿苏勒也会帮你的。我听说，沃志金、托克勒他们找过你了。是。你要答应他们吗？
大哥召我回来，怕过我会争夺大军之位吗？苏马说他了解你，你不会这么做。苏马相信的人，我一定相信。希望大哥可以好好照顾苏马。我记得你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苏马，还想要娶她，我们都笑话你。那时候啊，以为这样就能保护她，后来才知道，其实很多事儿说到了，但未必能做到。人其实就像冰河上的一片落叶，自己都不知道会飘到哪里，遇见什么样的人。大哥，我在东路啊，也遇见自己喜欢的人了。哦，阿苏洛，你是想要告诉我，你在东路有自己喜欢的人，所以我不用担心？你是想安慰我？大哥，因为你是我的家人。我这次离开家的时间太长了，回来的时候，连阿爸都不在了。这些事情，总是要说给家人听的，不是吗？阿苏拉，你一直是我最乖巧的弟弟，你总是害怕伤害别人，却不怕自己受伤。大哥，我真的有自己喜欢的人了。好，大哥相信你，我的阿苏勒有他自己喜欢的人。等北都城的事完了，我想回去看看。这些话，阿爸在天上听见，一定会非常高兴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爷爷，阿苏勒。苏玛，你怎么来了？这边的冬天太冷了，我怕你刚回来还不适应，给你带了件披风。御寒的衣物，英氏母妈都帮我准备好了，就不劳烦你了。其实你能回来，我特别高兴，我也特别希望能为你做些什么。如果这件不喜欢，我明天再让他们打件狼皮的。苏玛，你现在是青阳的大胭脂，这些事情都不用你来做。就算我是大胭脂，在我心里还是能经常想起我们小时候的事。那时候我还是你的奴隶。大胭脂，今日时候不早了。那大难言早些休息，我先走了。齐将军，
西将军好生雅致，不过末将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将军。难道还有什么好消息吗？天驱和青阳铁骑劫了南怀城的法场，他们劫走了青阳铁骑的世子，还把下堂国主百里景洪给杀死了。长公主很不高兴，她吩咐要杀一个天驱的寇首，昭告天下。帝都是有王法的，不会允许天驱肆意妄为。看来这鸽子尚且有藏身之处，我们这些人却无处躲藏。按律法，这是给我送的最后一顿饭吧？长公主有吩咐，西将军是个身份尊贵之人，您的这一顿得管饱。将死之人，还有多一个要求。将军，但讲无妨。有酒怎能无乐？去找一个会弹琴的人，再给此人一本乐谱，半生寒。半生寒，乃是帝都名师怀申宇的名作。末将不才，略通一二。愿与将军助兴送行。哼，长公主为了杀我，考虑的还真是周全呀。西将军，末将献丑了。西将军，我心里有过你。弹得好，弹得好啊！若不在长公主手下当差，你会是一个很好的琴师。高山流水，我何尝不想做个琴师？无奈生于乱世，长公主交代的事，末将一定得办好。对不住了。叔叔，你没事吧？放了那么多鸽子，还以为你们找不到了呢。我们到了盐店，满地都是鸽子。先不说这些了，赶紧离开这里，走。
上！糟了，是令箭，他们赵地军队过来了。原来是他，叔叔认得他，老相识了。只不过现在他是长公主的走狗，管他是谁，先杀出去再说。姐，既然是大宗主，做事要冷静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得想办法赶紧脱身才行。来，去吧。前啊！走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聚在这儿？相信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，我们该如何应对寒冬和白狼团的双重攻势？大家有什么想法？加固城防，从沙勒牧场到北都城沿线，白狼团都有可能出没。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粮草和马匹，只能防守。托克勒和鲁丁，北都城防线就交给你们两个家族去布置。我们还没有承认新大军呢，怎么大王子就已经开始发号施令了？要我看呢，今天库里格大会的议题，不是什么抵挡白狼团，而是确立我们合理合法的大军。各位首领，现在是非常时刻，你们一定要让青阳大乱吗？阿苏勒，你离开草原太久，恐怕早已忘了草原上的规矩。在草原上，只有真正的大军，才能够号令所有的兵马。越是到关键的时刻，我们越需要一位能够令所有人信服的大军。老三，看到自己离大军之位越来越远，怎么着急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些首领们背后在支持谁。要不是朔北这次虎视眈眈，我们今天就不议别的，先解决我们自己的内奸叛徒。大哥坐进了大殿，就可以随意杀阿爸的功臣了吗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，胡说八道！黄金王，正是，我就是朔北狼主的儿子，胡图鲁汗。我今天来这里，是要告诉你们这些羊羔一样的青阳人，我的父亲蒙勒火儿，领数万狼骑正在逼近北都城，只要他
大手一挥，就会踏平整个汉州。贵部的神勇我们已经见识过了，大汗今日前来我们库里格大会，难道只是为了逞这一番口舌之快？你就是吕宋最小的儿子，青阳世子吕归臣阿苏勒帕苏尔。是，你还是我的小外甥啊！打从我的可怜的妹妹嫁到青阳，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。我很想念她。你的大哥霸占了你的大军之位，你还在替他出谋划策。大哥是阿爸临终前钦定的大军，我没有任何意见，也不希望有人推翻阿爸的决定。可惜呀，你一心想守护你父亲的基业，可在座的各位却各怀鬼胎。哈苏尔家最小的儿子，你的库里格大会将一无所获。我来给青阳最后一次机会，向朔北投降议和。别急着回答我，难得你们人聚得这么齐，好好商量商量。记住，不要考验狼的耐性，否则你们将迎来最惨烈的毁灭。大王子，我倒觉得与朔北和谈也无妨。我看也是。我们现在完全不具备与朔北一战的能力啊！大主意还是大军您来拿。可我还是觉得生存下去，才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最严峻的考验。是战是和，总该有个主意。虽然蒙勒火儿年事已高，但是他的狼骑兵仍然具备碾压各部的实力。我认为，议和是有余地的。不错，尤其是黄金王，他还掌控着北方的金矿，用以换取东路精良的武器装备。真打起来，他会对昔日拥护青阳部的部落予以残酷的报复。这个时候，不能硬碰硬啊！诸位所言，皆不无道理。只是现在我们不知道胡都洛汗到底说的是真是假。如果我们真心议和，可是他们却是要骗我们上钩，怎么办？我们需要一名合适的使者。如果能够阻止这场战争，我愿意去见蒙勒火儿。阿苏勒，此行会非常危险。大哥，和青阳的安危比起来，这不算什么。不错，大拿言去，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他是蒙勒火儿的外孙。阿苏勒，你是值得青阳骄傲的孩子，你没有辜负帕苏尔家族古老的血统。好，我任命你去和朔北部和谈，我请你代表青阳大军和狼主商谈。阿苏勒一定竭尽全力，不负大军所托。来来来，哇，来羊腿子。哎呀，大军也真是的，这你刚回来就让你去朔北，那帮狼崽子可是会吃人的。母妈，是我自己说要去的，这件事情那些贵族们都不愿意帮忙，想看我们帕索尔家的笑话。你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不帮大哥，大哥还能指望谁啊？
你们两个照顾好大纳言，听见了没有？放心，放心吧，母妈，有我俩在，狼崽子都得怕我们。阿苏勒，苏妈，大胭脂，铁岩、铁叶，跟我出去一趟。哦，好嘞。什么时候启程啊？吃完就出发了。不再和大军商量一下吗？毕竟这一路很危险。是我主动跟大哥提的。我可不想一回来，下就被狼崽子给占了。那也不应该你去，他们知道你不会拒绝。苏妈，只要是为了青阳，我没什么委屈的。放心，我会平安回来。怎么了？又想一个人一杆枪去闯天下了？我之前在天启城巡防过1个月，就从来没有发现这座城市原来这么大。这只是一个城市啊，不知道东路有多大。东路有多大，整个九州又是有多大？第一次见着你的时候是在演武场，就拿着这杆枪，那时候我就知道演武场困不住你，南怀城也困不住你。还记得有一天你到有风堂来找我的时候说过什么吗？记得。我说我想封侯拜将，是因为我不想死的时候没人记得我。那个时候我不想跟在别人的马后，不想被人瞧不起，一心想着要证明自己，证明给所有人看，我比他们都要强。你做到了。现在整个东路的天区都能记住你的名字，就像记得世子的名字一样。我记得阿苏勒经常说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跟他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才渐渐明白这句话真正的意义。一个武士不应该只会披甲杀敌，杀死的是敌人没错，可原本我们不必成为敌人啊。一个真正好的武士要能够保护好每一座城，保护好城中每一个活生生的人。知道吗？我以前并不认为你和世子是一类人，我还曾经担心过你担不起这个指头。可现在，我可以放心地把天区的未来交给你。老师，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吗？就凭你刚才说的那番话，我相信你可以。以前啊，我和我的朋友也曾坐在这儿聊过天，我们也曾经想过驰骋天下，靠马刀弓箭去赢得这个天下。可是时移世易，未来的天下是你们的。我和阿苏勒约定过，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。希望到了那个时候，九州不再有战火。一步一步来吧。要想让东路过得安稳，就要先把天启城这些恶魔都给铲除干净。找个地方休整几日，我们的朋友很快就到了，
老师说的是白毅将军。他这个人爱迟到，不过如今他有了要保护的人，相信这一次他不会太晚。进去，关上。哎呦，狼窝里来了一只羔羊。我们的草原看来永远不会缺少猎物。狼主，我代表青阳大军，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。这次大军派我来，是想与朔北部和谈。阿苏勒，知道我为什么要你站在这里吗？你面对的是你生母的坟墓，你身上流淌的是我们朔北的骨血，难道你就情愿继续做一条青阳狗？狼主，我出生在青阳，那青阳就是我的家。我这次带着青阳各部族和平的意愿前来，希望狼主可以考虑我们的请求。先不守规则的是你们青阳，将我们赶往极寒冰川的也是你们青阳。如今朔北的狼群回家是天经地义，无需征得任何人的同意。况且如今汉州无主，吕守愚又得位不正，如何能担当草原的大军？那狼主似乎有更为妥当的办法。有啊，送上吕守愚的人头，献上青阳所有的女人，向我俯首称臣，奉朔北为王。那么，青阳的男人可以活命。狼主，这不是条件。这就是我们的条件，比你们当初给朔北和真言部的条件还要好一些。阿索勒，你有一半朔北的骨血，何苦为青阳人卖命呢？阿苏勒明白了。阿苏勒，看在你是我外孙的份上，我有话要提醒你。恳请狼主赐教。青阳的失败是注定的，就算没有我们朔北，他也会从内部慢慢腐朽溃烂。狼主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还记得穆离是怎么死的吗？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精准地知道他们突袭的位置、时机？狼主是说，青阳真的有内贼？最亲近的朋友，也有可能是最锋利的刀刃，可以直接刺穿你的心脏。去吧，孩子。我的忠告
到此结束。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我的苦心，请求成为朔北之狼的。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天。我在你脸上看到了不解和愤怒。怎么可能？你为什么还活着？我喜欢这白雪和草原。世子似乎还在凡俗的痛苦里挣扎，是吗？我早说过，我是杀不死的。我杀死过你，我亲眼看见你倒在血泊里边挣扎。你重现一次，我杀你一次。我绝不允许有人在我的家乡为所欲为。有点像我们家的小狼崽子。这么说，各部落都拒绝派出援兵。他们都说雪太大了，援兵派不进来。蓝马部还说这是盘达天神降给青阳的劫难，需要青阳自己承受。起来吧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消息不能传出去，青阳不能乱。出去告诉他们，就说蓝马部、九南、沙池部都会派出援兵。是。大纳言回来了。拜见大军。阿苏勒，回来就好。蒙勒虎儿提了什么条件？我愿辅佐大军与朔北一战，保卫青阳。蓝马部、九奶和沙池都会派来援军，等援军一到，朔北的那些狼崽子就会退了。那自然，朔北才多少多少，我们四部加在一起，一仗就把他们都打回去了。娘，太好了，春天来了，狼就没有了，我们又可以放牧了，高兴吗？高兴。那出去玩吧。啊，注意安全啊，慢点。好。站住！朔北人，你输定了！你才是朔北人，输的人是你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大南言，你已经尽力了。你放心，还有我们和你一起战斗呢。但是他们都被人欺骗了。可是就算你告诉他们，也不是什么好事。大纳言回来了！大纳言回来了！大纳言刚一回来，就打倒了狼主。有他在，我们一定能打赢朔北。你说什么？我打赢了狼主？就在台勒河那边，你一个人冲出去的，打倒了狼主，还救了木离将军回来。那是因为让我们跟随大纳言，打败朔北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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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段时间，城墙上的防守人员全部加倍。大哥，去吧。
阿苏洛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哥，您相信您的弟弟可以领兵吗？起来说。你要领兵？阿苏洛帕苏尔已经长大了，是个可以为青阳出征的男人。阿苏洛，你这么说，大哥很欣慰。可是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，穆离做不到的事情，这北都城里还有谁能做得到？我不想看着我自己的弟弟走穆离的路。我不会走穆离的路，我有自己的战术。我想向大哥借一支骑兵和全部的铁浮屠。一支骑兵和全部铁浮屠，阿苏勒，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吗？你要的绝不少。如果损失掉了，我们青阳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。我明日可以向所有人演示我的战术，说服他们。至于这支骑兵和铁浮屠，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。阿苏勒帕苏尔是草原的子孙，把尊严看得比一切都重要。好，我要听到的就是这样的话。我和那些将军，和那些贵族磨了这么久，我就希望听见这样的话。现在，我的弟弟把它说出来了。跟我来。看见了吧？这样的骑兵，我有1万人，每个人都配有2匹好马，1件东路匠人铸造的上等铠甲，还有1口折铁刀。这是大哥自己练的兵。不错，这是我当王子的时候练的。为了这些人，我费了10几年的心血。现在我已经成大军了，这支队伍还没有用过。大哥，台勒河一战，你没有派他们。看来你已经猜出来了。不错，那些老韩王们想方设法保存自己的实力。我也一样。说实话，我对穆离能不能打赢这场仗根本没有把握。我要是没有了这1万人，我这个新继位的大军，那在北都城也就没有任何地位可言。阿苏勒，现在你有这1万个骑马的战士，还会有1000个听你指挥的铁浮屠。这是我所有的一切，这是你哥哥的命，也是苏玛的命。大哥，阿苏勒，你别怪我，我们不是主子和奴仆，我们是兄弟。明天，你不要向任何人演示你的战术，也不要把你的作战方案告诉别人。我知道，我这次见到狼主的时候，他亲口告诉我，说青阳有内贼。是谁？他没说，但我想，能知道穆离将军全部作战计划，并让最致命的地方埋伏上白狼团，那这个人一定离我们很近。我一定会把他揪出来，掐断他的脖子。